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糖。众所周知啊，下个版本是一个双复刻版本，这是官方已经明示过的事情了。但是复刻谁呢？不确定，反正没有新5星就是了。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玩家都在等璃月3C 的复刻，也在为其苦恼着，我到底该抽哪一个呢？那么本期视频我就来帮大家全方位的分析一下这3个角色，看看以你的条件来说，到底蹲哪个合适一点。我呢不会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也不会从伤害角度来分析他们3个，因为没有意义，都差不太多。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一个复旦，你说他们能有多大区别？都是半斤对8两，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们要从你所学的专业是否是王牌专业，上学是否离家近，住宿环境好坏，这些角度来判断你到底应该选择哪所学校。那么接下来我就来带大家云上一波清华、北大、复旦。我将会从这3个角色的优缺点、个人操作习惯，以及是否已经持有相对应的5星武器这些角度来帮大家分析，看看你到底适合哪个角色。首先来看萧，他的第一个优点，由于不依赖元素反应，所以他伤害非常的稳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因为反应工具人的技能真空期而忽高忽低。第二，萧的下落攻击自带破盾功能，虽然效率不如水火冰雷破得快，但是胜在通用性，逮着啥都能破，可以在配对上面省去破盾工具人的必要性。而且对于部分怪物还有无视护盾的效果啊，比如说岩盾、木盾的球暴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面对鱼人众的护盾时，虽然说压制力还是有的，但是盾确实破不动。然后缺点的话，它自身的充能非常拉胯，只靠自己是绝对冲不满大招的，必须要靠队友来帮他解决。祭礼砂糖、祭礼琴、影都是可以帮他的，所以你要是打算抽萧的话，这个问题你得先帮他解决了。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角色吧，要不然你的游戏体验会大打折扣。同时呢，由于萧的大招自带掉血，你这么一直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是吧？而且自己又没有回血技能，还是得靠队友来帮他解决。最佳选项的话还是祭礼琴吧，可以既管充能又管奶妈，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堪称劳模呀。5星武器的话，你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合浦渊，这个和4星武器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哎，我的天，这就绕到根据武器来抽角色了。接下来看一下胡桃啊。作为火系人上人，他生来就享受着蒸发融化 1.5 倍或者2倍的高倍率元素反应伤害，这是胡桃的先天性优势，简称属性生得好，这没办法，人家起点高。缺点的话，第一个体力不够用，胡桃的伤害基本上都来自于重击，平 A 伤害在重击面前不值一提啊，而且他的重击后摇还特别的大，需要冲刺来取消后摇，而冲刺也是需要体力的，不管你是打伤害也好，取消后摇也罢，你都要体力，这就显得很不够用啊！不要跟我说后跳取消后摇啊，这个我知道，我也用过，但是冲刺取消后摇比后跳好用太多了。不管是重击衔接的频率还是方向的控制，冲刺绝对更胜一筹。这里把胡桃的灵命和一命做个比较，给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差距。灵命的话，满体力也就是只能戳5下，然后你就只能平 A 等体力回复了。但是一命的胡桃满体力可以直接戳到一技能结束，可以多戳3到4下，这个差距就已经很大了。然后第2个缺点，由于天赋血之造火的存在，为追求伤害的最大化，胡桃一般都是要控血的，所以胡桃都是带护盾不带奶妈，只依靠大招来给自己回血，不然这个血你不好控。如果说你没有好的护盾角色的话，你的结果就会跟 UP 一样，变成一个常年50%血量以上的胡桃，死倒是挺难死的啊，但是就是伤害会低很多。别急，胡桃还有第3个缺点，极度的依赖行球，这也跟他的优点是有关系的。他身为火 C， 那他打蒸发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不给他带行球，等于说把他天生的优点就给抹消了，这真的没有必要。主要是目前也没有比行球更好的元素反应工具人了，在行球的上位替代出来之前，他依然是最适合胡桃的那一个。最后5星武器的话，看看自己背包里有没有护魔吧，这把武器真的是给胡桃量身定做的武器，在我心里算是全游戏里 T0 级别的一把武器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你也没有的话，下一位有请甘雨。相比较前面2位，甘雨是唯一一个具备脱手空间的角色，一旦有了脱手，这个角色的路子就走宽了，他的保值空间远大于萧和胡桃啊。当然了，你要是说萧有2段 E 赶路跑得快，那也保值也不是不行啊。你礼貌吗？你礼貌吗？你礼貌吗？然后第2个优点，色。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堪舆的缺点啊。由于弓箭的重击会缩小视角，也就会丧失掉对周围危险的判断，平时的战斗过程中被打断重击甚至被打死都是甘雨的家常便饭了。所以说一个护盾角色绝对可以极大的改善你的甘雨体验。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钟离吧，没有的话可能你的甘雨即使抽到了玩的也挺难受的。在这里我要反驳一下甘雨闪避论，总有人说你不会闪避吗？你的闪避键被抠了吗？
第一，在面对怪物较多时，视角缩小后，你并不能全方位的观察到四面八方向你袭来的攻击，你绝对不可能全部都观察到的，又不是人人都是高玩，都是操作流，普通玩家还是占大多数的，你总有被打的时候。那么此时你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接受施法前摇被打断的尴尬局面。第二，人总是抱有侥幸心理的，有时候总会贪刀。当你施法动作即将完成，而此时怪物又向你袭来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贪一刀，这不贪不要紧，一贪重新打。这些例子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每一个干预玩家的身上。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干预尽量还是带一个护盾角色，有盾和没盾的干预完全是两种玩法。第二个缺点，这也就是我不玩干预的原因。当然了，这个就比较主观了，所以我也说了，手感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反正我是觉得弓箭的手感稀烂，没有一点打击感，就把人玩的贼难受。建议想抽干预的玩家先去试试其他弓箭手的手感，去体验一下，看你到底玩不玩的习惯，别到时候满怀期待的抽出来了，结果一玩是个这。最后武器的话，看一下自己有没有阿莫斯吧。给大家说这个是否持有5星武器的意思是，希望大家能从这3个角色里面尽可能的去选择你能养到最强的那个角色。比如说你有阿莫斯，但是没有河普渊护魔的话，那你当然是抽干预来的更好一些。你阿莫斯干预肯定比决斗枪的削来的好呀。说白了就是希望大家根据角色的优缺点、辅助角色以及5星武器的持有率来好好的斟酌一下，看看你到底抽璃月3C 的哪一个收益才是最大的。相信如果你能看到这里，该抽哪个，你的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能看在辛苦马斯的份上给个关注3连，感激不尽。